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拆解一场震撼整个矽谷，甚至可能决定人类未来科技走向的世纪大诉讼。Elon Musk 正式向加州法院递交了诉状，直接控告他曾经亲手参与创立的 OpenAI。以及现任执行长 Sam Altman， 我必须坦白说，这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商业纠纷，可谓这是一场深沉的意识形态战争。站在一边的是强调技术必须透明、安全属于全人类的开源理想主义，而站在另一边的呢，则是需要庞大算力支持、追求极致扩张的超级资本主义。身为一位资深分析师，我必须告诉大家，这场官司的背后隐藏着太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商业逻辑与权力博弈。重点来了，这集节目不是单纯的科技八卦，我们今天的分析会非常有系统，总共分为6个阶段来推进。第一，马斯克提告的真正动机；第二，创始联盟的诞生背景；第三，双方决裂的转捩点；第四，OpenAI 的猛烈反击；第五，马斯克旗下 xAI 的商业反攻。最后第6点，我们来探讨人工智慧的未来影响。这6个步骤将会帮助大家建立一个完整的战略地图。好，我们直接进入第一部分，马斯克提告的动机、诉讼的导火线与非营利组织的危机。马斯克这次采取的法律行动极具攻击性，真的非常猛烈。他在庭审现场的情绪非常激动，不仅强烈指责昔日战友背信弃义，更直接要求法庭下令撤换 Sam Altman 的管理职务。我们从实务面来深入分析一下马斯克的核心论点是什么。他认为，如果 OpenAI 这样一个原本注册为非营利组织的机构，可以透过成立一个营利性子公司，堂而皇之地将技术资产私有化，那这等同于给全美国所有的慈善与非营利资产开了一个极度危险的先例。大家想想看，这不仅仅是 AI 领域的问题啦，这更是直接挑战了美国公司法与信托义务的底线。也因此，马斯克在诉状中用了一个非常严厉、非常具备指控性的词汇，他将 OpenAI 的转型定调为一场对非盈利资产的商业掠夺。他的逻辑非常清楚，当年大家是抱着拯救人类的神圣使命，才投入大量资金创立 OpenAI， 这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血汗结晶。但是现在呢， OpenAI 在马斯克眼中，实质上已经沦为微软的实质子公司了。微软拥有了独家授权，让原本应该是开放的 OpenAI 变成了极具讽刺意味的 Close AI。所以马斯克的终极诉求很明确，没有任何妥协空间。他要求法院强制 OpenAI 必须开源所有技术，绝对不得再替私人实体谋取商业利益。讲到这里，有一个极度关键的数字我们必须要提，那就是130亿美元。这是微软对 OpenAI 投入的惊人资本。这笔天文数字正是彻底扭曲一个非营利科技组织初衷的核心力量。其实，如果我们回顾整个科技发展史，可以找到很多相似的历史对比。就拿早期的网际网络来说吧，它一开始也是由学术界与非营利机构主导的，当时充满了一种去中心化、免费共享的乌托邦色彩。但是，当庞大的华尔街资本介入之后，一切就迅速转向了商业化与超级垄断。130亿美元的庞大资本，不单单只是买到了算力与伺服器而已，它实质上买断了这家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这笔钱确立了这场战争最核心的冲突：当拯救世界的理想遇到了可以买下半个世界的资本时，究竟哪一个会胜出？我们继续聊下去，来到了第2部分，梦幻创始联盟的诞生。这是一份关于2015年的历史验尸报告。要真正理解今天的决裂，我们必须把时间线拉回2015年。当时的时空背景是什么呢？当时 Google 在人工智慧领域几乎处于无人能敌的绝对垄断地位，特别是在他们强势收购了 DeepMind 之后，整个矽谷其实都弥漫着一种深深的焦虑感。马斯克与 Sam Altman 就是在这种对抗超级霸权的氛围下结盟的。他们当时的梦想非常纯粹，就是要打造一个安全的、绝对不受任何单一企业控制的 AI 研究机构。
2015年 OpenAI 刚成立的时候，马斯克自掏腰包投入了数千万美元的早期资金。但是这段美好的蜜月期并没有维持太久。随着技术研发越来越深入，两人在发展路线上产生了极度严重的分歧。马斯克对 AI 进展的速度感到极度不安，他坚持认为安全必须凌驾于一切之上。而 Altman 的作风则截然不同，他倾向于快速移代，全力推动技术突破。这种关于安全与进步的根本矛盾，最终导致马斯克在2018年黯然退出董事会。从那个时间点之后，双方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一直到2024年，随着 ChatGPT 的全球爆红与微软的强势介入，这股累积了整整6年的巨大矛盾，终于以最激烈的诉讼形式全面爆发开来。在这场激烈的法律攻防中，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技术名词，成为了双方拼命争夺的阵地，那就是 AGI， 也就是所谓的通用人工智慧。简单来说 ，AGI 指的就是在各种复杂任务上具备与人类相当，甚至完全超越人类认知能力的 AI 系统。这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牵涉到一份价值1000亿的合约漏洞与定义。大家要知道，马斯克在法庭上强力主张 OpenAI 目前开发的 GPT-4 以及传闻中更先进、更神秘的 Q-Star 模型，其实已经达到了 AGI 的门槛。根据当初 OpenAI 与微软签订的协议，微软的独家商业授权是不包含 AGI 的。因此，马斯克的逻辑非常锐利。既然你们已经做出了 AGI， 那微软就绝对不应该继续享有这些顶尖技术的获利权。当然了，业界的许多顶尖专家对此抱持着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目前的语言模型虽然强大的不可思议，但距离真正的 AGI 其实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无论事实如何 ，AGI 的最终定义权已经成为这场1000亿级别商业诉讼里最具杀伤力的法律武器。第3部分，我们来谈双方决裂的转捩点——算力需求与资本的残酷现实。2018年真的不只是马斯克离开的一年，它更是 OpenAI 面临残酷商业现实洗礼的关键一年。当时的技术团队意识到了一个非常绝望的事实：如果要训练出真正强大、能改变世界的 AI 模型，他们需要购买堆积如山的 GPU 晶片，这意味着需要消耗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运算成本。这个庞大到令人窒息的硬体需求，直接判了他们原本纯粹非盈利模式的死刑。我们口头对比一下2015年与现在的状态，就可以清楚看出这种转变有多么剧烈。当初的愿景是开源、非盈利、绝对安全的 AGI， 而现在的现实却是高度闭源、微软资金强力支持、完全以利润为导向的商业实体。我们从客观的逻辑来理性分析，一项注定要消耗几千亿美金的超级基础设施，真的有可能永远靠着几位科技富豪的慈善捐款来维持吗？其实很难，对吧？ OpenAI 的转型实质上宣告了 Silicon Valley AI 领域乌托邦时代的彻底终结。理想很丰满，但资本的现实非常骨感。拥抱资本或许真的是他们当时唯一能活下去的选择。那么，马斯克当年到底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后来的访谈与各种解密资料，主要有3个表面上的原因。第一，他当时需要把所有精力放在正处于产能地狱的特斯拉与 SpaceX。第二，人才争夺战，当时特斯拉的自驾团队与 OpenAI 其实在互相挖角同一批最顶尖的科技精英。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就是双方对发展方向产生了巨大分歧。但是身为分析师，我们看事情绝对不能只看表面，这背后更深层的张力，其实是对方向盘控制权的绝对争夺。马斯克是一位极具掌握欲的强势领导者，当他发现 OpenAI 的发展速度完全超乎预期，而且自己已经无法完全掌握这台超级跑车的方向盘时，他的选择非常果断，就是抽身离开，并计划在体制外重新建立自己的 AI 帝国。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第4部分 OpenAI 的猛烈反击，公开电邮与高明的辩护策略。
面对马斯克如此猛烈的法律与舆论双重攻击， OpenAI 绝对没有坐以待毙。相反的，他们展开了一场非常高明且极具杀伤力的公关与法律反击。我们必须保持客观中立的视角，来看看 OpenAI 的辩护团队是如何见招拆招的。OpenAI 的高层直接公开了多封马斯克当年与他们的内部电子邮件，这些邮件的内容可以说重重打脸了马斯克的非盈利道德光环。邮件中明确显示，当 OpenAI 意识到需要庞大资金时，马斯克本人不但同意转型，他甚至强烈主张公司应该进行高达10亿美元的巨额融资。更讽刺的是，马斯克在邮件中亲自提议 OpenAI 应该直接与特斯拉合并，让特斯拉成为 OpenAI 的摇钱树，并且由他本人来掌握绝对的控制权，这样才能击败 Google。OpenAI 透过释出这些铁证告诉大众，马斯克其实并不是反对商业化，他只是反对不被他控制的商业化。这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商业逻辑交锋。OpenAI 的辩护律师非常犀利地指出，马斯克现在的种种指控，本质上就是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因为他当年试图将 OpenAI 纳入自己特斯拉商业版图的伟大计划失败了，所以现在才利用法律手段来干扰竞争对手。从实务面来看，这呈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也就是资本的务实主义对上了开源的理想主义。OpenAI 的论述逻辑非常直白，他们认为没有资本的务实投入，根本就不可能开发出现在这些强大的 AI 工具。而马斯克虽然高举着开源的理想大旗，但他自己经营企业也深知资本的必要性。所以这场官司的本质，与其说是道德之争，其实更像是两股超级资本在争夺未来 AI 领域的绝对霸权。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进入第5部分 XAI 的商业反攻，马斯克如何重返 AI 战场。马斯克在法庭上的诉讼，其实只是他整体大战略的其中一环而已。作为一位实战派的企业家，他已经发动了另一场猛烈的商业反攻，也就是他亲自创立的 AI 新创公司 XAI。我们来看看10亿美元这个关键数字，这是 XAI 在初创阶段就设定的募资目标。马斯克的战略非常清晰，他正在全面整合他手中庞大的商业帝国资源。他利用特斯拉强大的运算基础设施来支援底层算力，利用 SpaceX 硬派的工程师文化来吸引顶尖人才，并且利用 X 平台来获取海量的实时文本数据。他正试图打造一个资源高度集中的超级矩阵，透过巨额的资金池与强大的生态系，直接与 OpenAI 展开最激烈的商业肉搏战。如果我们把双方的旗舰产品放在一起对比，就能清楚看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产品哲学。马斯克推出的 AI 助理 Grok 主打的是所谓的追求真相，它被深度整合在 X 平台之中，给出的答案更加直接，甚至带有叛逆感。相对地 ，OpenAI 的 ChatGPT 则是高度融入了微软的庞大生态系中，它有着非常严格的安全护栏与企业级的稳定性，更符合一般大众与企业市场的需求。这其实也反映了马斯克更宏大的全球战略，透过控制 X 平台这个全球舆论的巨大扩音器，再加上 Grok 这个不受限的 AI 引擎，马斯克试图建立的是一套能够影响全球叙事与资讯流动的霸权体系。这场竞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软体产品层级，而是直接上升到了地缘政治与全球话语权争夺的最高层次。最后进入第6部分，人工智慧的未来影响、实务意义与权力分配。我们现在要把视角从这场精彩的企业剧本中抽离出来。无论你是科技产业的从业人员、投资人，还是每天都在使用 AI 工具的普通用户，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都将直接重塑我们所有人的未来。所以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究竟谁有资格控制 AGI？
当我们面对一项可能拥有超越全人类总和智慧的超级技术时，如果它被少数几家垄断性的超级科技巨头所完全控制，这带来的风险真的是难以估计的。我们到底应该选择微软与 OpenAI 那种高度集中、相对可控的商业模式，还是应该相信开源社群，让技术彻底公开透明？这是一个在安全护栏与快速创新之间不断摇摆的危险平衡。这场诉讼其实就是人类在迎接 AGI 真正降临之前，必须先解决的权力分配大灾问。最后总结今天的3大重点：第一，我们正式见证了科技乌托邦主义的终结；第二，人工智慧已经彻底演变成一场高度资本密集的军备竞赛；第三，关于开源与闭源的战争还在持续，这将决定未来的技术红利究竟是属于全人类，还是属于少数利益集团。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马斯克与 OpenAI 的世纪诉讼，表面是合约纠纷，核心是开源理想与超级资本的碰撞。我们见证了 AI 乌托邦的终结，转向千亿算力的军备竞赛。未来 AGI 的控制权将重塑人类的权力结构与经济走向，这是一场决定你我未来的关键战役。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